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，终于有时间给大家说演员请就位了。看腻了小甜剧，喝多了玻璃糖，突然发现一太总能被这些小嘴巴巴、吵架不能说的怼人综艺给吸引。除了范丞丞、王俊凯、黄明昊、周深这种资深怼学家，一太最近真的被尔冬升大师圈粉了，就是忍不住想鼓掌的那种圈粉。毕竟这年头成熟不油腻，资格够却不装的中年男人简直太少了。鼓掌安排上。不过要说演员请就位最秀的是谁，那还得数话题制造机郭敬明。第二期才刚刚播完，一场关于郭敬明的讨伐就虽迟但到，更直白的说是郭敬明被众人的围攻。但就算如此，一太好像并没有看到一个观众站在他的立场。至于原因嘛，一太不说，相信大家也懂。当然，这次郭敬明被围攻的事件起因就是因为一张 S 卡。S 卡是演员请就位2中最新制定的规则，4位导演一共给出8张 S 卡，直接影响演员评级的。40个人中选出8个人，毫无疑问 S 卡发出的对象必定是演技无话可说的演员，但郭敬明给了他新人演员何昶希。何昶希完全是个小白来的，从无演戏经验。这次搭档张一杰演出的是《陈情令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片段，要说他的演技，大家自己品。难道那3位导演就看不出一个宝剑扎到胸口，连痛苦都没有的？一太看完这场表演得出的心得体会就是，必须得珍惜原作中的2位演员。但评级时，郭敬明补发给了何昶希一张 S 卡，现场立马陷入了诡异。一直要求严格的李成儒一脸困惑，后台后场的嘉宾脸上简直就是屏幕前的一太。张大大，这期节目结束后，尔冬升导演必须补我一个 S 卡。陈凯歌被惊到，用英文表示 It's such big surprise。 火火的董思怡说出了所有观众心中的话。他是不是来当这里是少年之名来选的呀？一句实话，何昶希长相确实符合郭敬明审美，浓眉大眼，笑起来好看的小帅哥。董思怡上台后也是敢说，所以我就想问一下4位导演，大家给 S 的标准都是什么呀？战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郭敬明可能也觉得董思怡是个虎了吧唧的孩子，简单粗暴的给出理由。我给 S 的人就是我想找他拍戏。这下一向耿直的李成儒导演是真的忍不住了。我不喜欢翻手为雨覆手为云的各种说法。一通开麦，郭敬明试图打断，还被怼了回来。这张 S 卡确实发的有争议，用李成儒导演的话说，好，你可以借口说我鼓励那些演得差的，那么你怎么就打击了那些演得好的呢？所有人都不接受的结果，郭敬明表示自己很无辜。你可以不喜欢，观众也可以不喜欢，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，请允许我给出我这张 S 卡。这场由 S 卡引起的风波引起了郭敬明争议的前半段，后半段则是来自黄奕表演的片段《风月》。《风月》这部作品是陈凯歌导演在1996年的作品，张国荣搭档巩俐主演。黄奕这次出演算是致敬经典，他在节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，一场告别戏演得克制又冷静，很能触动观众的内心。我觉得你对这个人物啊，在表演上有点神闲气定啊，我特别想跟你说，我自己挺喜欢的。郭敬明表示，我觉得不太 OK 啊，这个表演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一个状态。台上的黄奕表情就相当微妙了，你在教老娘做事儿？后采时黄奕的回答就很能佐证他的表情为何如此。我是觉得郭导他有可能没有看。哇塞，实力派就是有底气，也难怪郭敬明能有此番表现，毕竟人家是出了名的任性，不爽的时候看演技，高兴了就遵从自己的内心。选演员上，前脚说不找人拍戏，后脚就啪啪打脸，作品上更是如此。点评《风月》表现没有情绪，没有起伏，后台嘉宾都明白这是一段很难有情绪起伏的戏。郭敬明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够？因为都知道他喜欢的就是大开大合，比如拍了4部平均分只有 4.5 的《小时代》，里面的精致、虚假和浮夸，姐妹之间一言不合就一定要动手打起来，我把你脸刮花，你打我一巴掌，然后再浇一杯红酒，互相祝愿彼此的人生发烂发臭，才能证明爱的深刻。越疼痛越美好，姐妹情是必须要虚假和撕逼的。还有那部绝技票房亏了4个亿，至今上映遥遥无期，
有时候姨太都觉得他好像从来不在乎演员实力到底怎么样，只在乎找来俊男美女，掀起一波讨论热潮，以此成为票房保障。要真是这样也就算了，重点是人家还会给自己找补回来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期节目中的 S 卡代表超级的意思，他硬生生解读出了无数个可以圆自己逻辑的 S 出来。陈凯歌有太多的英文词是 S 打头的。尔冬升希望就是他能跟金明合作啊。嘉宾哇，这好神秘啊！突然。再回头看第一期市场评级，杨志刚被定义为了 S 级，郭敬明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。 S 吗？Why？ 赵薇听完他的质疑，淡淡表示，但他那些剧可能不是因为偶像剧，所以你没看过。不喜欢没关注就等于不服这个结果，这说不大过去吧。姨太看见有个粉丝的留言特别搞笑，放在这里刚刚好，我也给他3重定义。第一个是 stupid， 他把观众当傻子；第二个是 shitty， 说的是他自己；第三个是 sexual harassment， 是他对何昶希掺杂个人的目的。有没有觉得还挺有道理的？姨太觉得整场比赛看下来，最可惜的就是辣目洋子，她几乎变成了赛制的牺牲品，也变成郭敬明一顿操作下的沧海遗珠。规则制度本就是这样，既然已经设定了，那我们也无法做出改变。就像赵薇说的，她其实是想给辣目洋子 S 卡的，但因为那一场3位演员已经给了2位，如果再给，可能会对后面的演员不公平。关于郭敬明和李成儒的争议，我们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，甚至可以说这本就是一场没有正确答案的辩论。但作为导演的郭敬明，通过这一系列操作，再次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的骂名。说实话，要不是这张 S 卡引来的骂战，演员请就位可能就还没有如此出圈。说到这儿，郭敬明真的适合做导演吗？这好像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一直有争议的话题。姨太觉得，相比一直被喷导演之路，他好像更适合上综艺。比如前段时间，郭敬明就凭借一己之力，将接近于湖的少年真名拉回热搜榜上。最后选出哪位新人爱豆做得怎么样，全然不是重点。郭敬明与节目组和李希侃之间的相爱相杀才是焦点。姨太想，如果不是郭敬明，有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档选秀综艺。再往前看，郭敬明2016年上了期《最强大脑》。该节目就因郭敬明与刘强东的 battle 短暂出圈，再加上现在的演员请就位1、2，姨太真心觉得哪档综艺节目率先拥有了郭敬明，哪档节目就赢在了起跑线上。那这次郭敬明被围攻冤吗？我觉得真不冤。或许他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但事实究竟如何，在场的导演演员和我们这些观众每个人心里都和明镜儿一样。但事儿归事儿，吐槽完姨太还得说点真心话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频频被骂上热搜，被文学界抵制，他的黑料不断。17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旗下作家爆出丑闻，网友先入为主的站在了他的对立面，也曾被传统文学排斥，转型跨界导演做商人。他知道其中的艰辛，所以才愿意为新人作家保驾护航，也会给渴望成长的新人演员努力提携。就比如演员一，他用了谐星金靖出演 AI， 让大家认可了他的演技。不能因为你的不认可就否认他的努力。就像他说的，你可以不喜欢，观众也可以不喜欢，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，请允许我给出我这张 S 卡。姨太也只能说这场 battle 没有输赢，要赢也只能是娱乐赢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